16岁那年，我被陌生男人拉进小胡同，哥哥为了救我，死在刀下。我妈恨了我10年，她质问我为什么要穿裙子出门，为什么死的人不是我。26岁生日，我从演唱会的高台上一跃而下，她在台下后悔痛哭，月月，是妈妈错了，耳边是无数粉丝的惊呼，夹杂着细碎的抽泣，无数星光闪烁，粉丝手里的荧光棒照亮了我。哥哥，你看，还是有人爱我的哥哥，我来找你了。张女士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在给一首新歌谱曲，地上一片狼藉，都是揉皱的纸团。看着手机的来电显示的名字，我愣了3秒。他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。明天是小松的忌日，他压抑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恨意，像淬了毒一般阴冷。小松是哥哥的小名，是妈妈的禁忌。自从他死以后，我们都很少提起他，但每次提起他，妈妈总免不了对怨我。她总是怒气冲冲地对我大吼：“10月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就非得穿裙子出门吗？穿裙子为了勾引谁？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？每年哥哥忌日，他都会打过来警告我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，哥哥是被我害死的，将所有恨意发泄在我身上。我的事与你无关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我猜测他不会因为这点事来找我。”果然，江飞有一部戏他想演，你去搭个线，让他拿到男主。江飞是张女士再婚的时候男方带着的孩子，2年前进了娱乐圈做演员，说起来像个笑话。哥哥尸骨未寒，他就改嫁了。我的沉默似乎踩到了他的雷点，他炸了。小松已经被你害死了，我只剩下小飞了，他也是你哥哥，你必须帮他。他快速转移对哥哥的爱，对江飞像对亲儿子那般疼爱，甚至有过之而不及。江飞要什么他就给什么，他给不了的就逼我给。虚假的亲情。我听说过这部戏，圈里好几个男星都在争男主，其中不乏曾经的影帝。他凭什么认为我就能答应？也凭什么认为我就能办到？揉了揉眉心，我的语气充满疲惫。没本事就不要去争。他以为他争得过谁？对面的女人似乎被激起了怒火，声音里的冷意更深了。10月，江飞是你哥哥，小松已经死了，你不能再对不起江飞。又是这句。他的声音很大，不知道是为了说给我听，还是为了说服自己。我冷笑一声，不想再听他的咆哮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我的哥哥只有10松，也只能是10松。烦躁地将桌上的纸张揉成一团，我的目光落在了笔筒旁边，跟哥哥的合照，娇小的我被他拥着，笑容纯粹快乐。我死死地看着相框，然后将桌上的东西一扫而下。手机忽闪，屏幕上一条消息通知：张女士，你必须做到，不行你就去陪导演睡啊，反正你不是一路被潜规则才红了起来吗？张女士是我的妈妈，早年离异，一个人养活我和哥哥。她一直恨我，因为她失去了最爱的儿子。10年前，我高2，哥哥比我大1岁，读高3。他课业很重，经常很晚下课。生日前夕，我穿着妈妈买给我的小裙子，等他放学。他总是说我上蹿下跳，没个正形，像个男孩子。我特意穿了小裙子让他看看，我也是个娇软的小姑娘。可没等到哥哥，却先等到了意外。我在校门口等他放学回家的时候，被人拉进了胡同。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，只让人作呕。罪恶的手慢慢在我身上移动，我挣扎着身子，却换来一个个巴掌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最喜欢的小裙子被撕成了碎片。我看着天空逐渐变得阴暗，心中绝望四起。当我眼中的光快要消失之际，哥哥的怒吼响起。他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身上青紫一片。他像一头小兽冲了过来，
为了救我，他和歹徒起了冲突，被刀刺中心脏，还没到医院就失去了生命。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接近崩溃，得知哥哥的死亡几近昏厥，头发和衣服上都是污垢。没有等到妈妈的安慰，却等来了重重的一巴掌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你为什么还要活着？他瞪着通红的眼睛，死死地瞪着我，似乎是在看一个仇人。因为妈妈失去了她最为乖巧懂事的儿子，开始了长达10年的憎恨，哪怕我已经远离那个家，也不曾消退半分。我永远记得16岁的那天，我不仅失去了哥哥，也失去了妈妈。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憎恨里，不只是妈妈，就连我也是恨自己的。在妈妈无数的谩骂中，我也不止一次怀疑，是不是我害死了她。我没有帮张女士，但是从后来的电影演员角色官宣里，我还是看到了江飞的名字，不是男主，但却是一个戏份不少的男配。看吧，张女士明明可以自己给剧组塞钱捧她的继子，却偏偏要自己的亲女儿出卖自己。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早就习惯了。高中毕业，我就进了娱乐圈，凭借一首歌曲她大火，出道了。今天有年度歌手歌曲点评盛典，我坐在嘉宾席的第1排。我是从默默无闻的歌手慢慢成长的，对外的身世就是孤儿，没有人知道我是著名女企业家张兰的女儿。毕竟出道后，我和张女士见面的次数屈手可指。月月不要紧张，这次的最佳歌手肯定是你。手机里是李李发的信息，她是我高中的学姐，大学毕业后进了我所在的娱乐公司，做了我的经纪人。那段时间我状态很差，酗酒失眠，连续的作息不规律让我看起来不人不鬼。还记得他第一次见到我拿刀划破胳膊的时候，眼泪不要钱的掉落，抱着我小心翼翼地抿着唇。月月，你要活着。月月，我会陪着你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。他固执地搬进我家，收走了房间里所有尖锐的物件，他都像长辈那样陪着我，是我的精神依靠，将我从泥潭拉了出来。我只记得那天有什么滴在我的心底，滚烫热烈，在绝望深渊前拉住了我。他对我总是带着滤镜的。我垂下眼眸，饮下眼底的暖意，手指翻动，回了消息。还不一定公布最佳歌手奖的时候，我看到主持人冲我微微一笑，眼神中带着些许同情和怜悯，心下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奖项公布，获奖的不是我，是一个新兴工作室的新人叶青青。我记得她，因为她出道的时候被人称作小10月，曲风词风都跟我有5分相似。名字公布，观众席上的粉丝正愣，不少人开始议论，不少相熟的歌手都扭头看我。我错开眼，望向了台上，目光对上叶青青，空气里暗流涌动，我假装看不见，轻轻鼓掌。这时候大家像是才反应过来一样，爆发了激烈的掌声。我知道的，叶青青在的那个工作室是张女士投资建立的。我的唇角轻轻勾起，早在知道叶青青入围的时候，我就该知道的结果。盛典结束，地下车库里，我揉着酸胀的脚踝，李李在一旁吐槽着为我打抱不平。他凭什么？一个新人竟然能得到最佳歌手奖？内幕啊内幕，烂俗的歌词，还有这旋律，还不是抄袭你的？走后门走得这么明显，当粉丝都是瞎子吗？我看着他生气的模样，心里涌现一丝暖意。没事，大家都不是傻子。他打开手机，忽然兴奋了起来，把手机递到我的面前。月月，你看，粉丝开始替你打抱不平了。我垂眸，微博热搜上挂着好几个我的名字，前面都缀着大大的抱字，多是暗指最佳歌手评选被暗箱操作。
叶青青被网暴了，我的粉丝见不得我受委屈，为我出气。最开始叶青青还会在微博上澄清，说自己是靠实力获奖的。我的一个老粉将叶青青的作品和我的在一起做的对比，整整63页 PPT， 从发布时间、曲风、词风，甚至遣词造句都经过了对比。叶青青被黑的不敢发微博了。最后一条微博是哭着向粉丝道歉的视频。这天，我终于将新专辑的主打歌完成了，阳光透过窗台洒在我的脸上，我伸手抓却怎么也抓不住。恍惚间，好像看见了哥哥，他在冲我微笑。你看，哥哥，还是有人爱我的，可最爱我的你已经不在了。我是在阵阵敲门声中醒来的。打开门的一瞬间，张女士扬手就是一巴掌，巨大的力道打得我一个趔趄，浓烈的血腥味在口中蔓延。主题曲完成后，我在家躺了2天，长久没有进食，身体有些许虚弱。抬眼，他的身后站着的是他最爱的继子，还有一个娇小的身影，是抢我奖项的叶青青，她红着眼看着我。张女士浑身散发着冷意，脸上更是不加掩饰的冷得吓人。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痕迹，但不否认，即便如此，她也是好看的。她笑起来更好看。可是哥哥出事后，她再也没有对我笑过。你怎么还是这么恶毒？你有必要让你的粉丝全网黑他吗？10月，小松救了你，就是让你欺负人的吗？我抬头和身后的江飞对上眼神，他眼里是对我的嘲笑和厌恶。叶青青不敢和我对视，低下了头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这就是张女士护着的人。我揉了揉眉心，实在不想再配个演这出戏。你有本事送你儿子进剧组，为什么没钱压下舆论，跑到我这里耀武扬威？还有，别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。张女士再一次扬起了手。我清楚地看到，江飞和叶青青已经挂上了幸灾乐祸。巴掌落下，没有打在我的脸上。我抓住了她的手腕。10月，我是你妈。张女士尖锐的声音不断地震动我的耳膜，头更疼了。我面无表情。以前是哥哥死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了妈妈。张女士气得胸口起伏，将飞走上前安抚，抬头打着圆场。月月，张姨也是担心你，你不要闹脾气。我跟青青要订婚了，说起来我们也是一家人，她一直就是这样。看着我跟张女士冲突，然后一副老好人的模样站出来。可我跟他们不是一家人，哥哥死后，我就没有家人了。请你们离开。我伸手关门，一只手却紧紧扣在门上。江飞带着语气依旧温和，似乎一点都不生气。月月，说起来我也算是你哥哥。张姨没有恶意，她就是想让我们好好的。我停下动作，看向她，想起了哥哥死后那一年，张女士迅速嫁给江飞的父亲。她就是这样扮演一个善解人意的角色，轻而易举地得到张女士偏心，让她迅速把对哥哥的爱转移在自己的身上。我冷笑，江飞，这么多年，你装了不累吗？他的脸色瞬间僵硬。我只有一个哥哥，他已经死了，想做我哥哥，你先去死吧。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，然后大力摔上了门。无视门外张女士发疯般的尖叫，我捂着脸，靠着门的身体像失去了力气，眼泪滚落。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格外想念他。哥哥，你看，除了你，他们都讨厌我，所以为什么当初死的不是我？同团队定好演唱会的行程，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手里捻着一根香烟，只是点着，看着烟雾升起又散去。小区门口一辆黑色的迈巴赫，看到我，窗户落下，露出了张女士那张熟悉的脸。有事？她皱着眉看着我手里的香烟，
脸上冷意刺骨，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。小松换回你一条命，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。抽烟生活不检点，你就是一个烂人。他张口闭口就说我是个烂人，看我的目光就像在看一个垃圾。可在16岁之前，他也曾说我是他的宝贝。我笑容讽刺，直到指尖传来尖锐的痛意，将已经燃尽的烟蒂丢在垃圾桶里。明天早上去王府家宴，那里有场聚会，我希望你也到场。我抗拒后推，并不想再参与他的所谓聚会。原本我跟他也不是一家人，这点我想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。秋意渐凉，我没有理会他，打定主意不会再和他有所关联，扭身向小区内走去。刚到家里就接到李李的电话，我们先是说一些关于演唱会的事宜，随后他欲言又止，说到了张女士的身上。我敏锐地察觉到张女士可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找到了李李，并说了什么。她找你了，李李语气有些丧，就知道你一定会猜到。你妈妈张总说，你哥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，16岁的生日礼物，还没来得及给你。他语气停顿，似乎在后悔，又像是在赌气。在他那里，我知道你哥哥对你有多重要，虽然不支持你去，但你应该有权利知道这件事。随后他恶狠狠地说，反正明天我是不会同意你去什么聚会的，你敢去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我低声答应后挂了电话。我撒谎了，明天我会去的。张女士知道，只要提到哥哥，我肯定会去。毕竟哪有妈妈会不了解自己的女儿呢？说是小型聚会，其实来的人一点都不少。我来了才知道，是江飞和叶青青的订婚宴会。奇怪，网上竟然没有一点消息。金碧辉煌的大厅里，来来往往的都是商界和政界的客人，偶尔看到几个演艺圈的艺人在聊着什么。嘈杂的人声传来，习惯一个人的我忽得有些不适应。张女士在台上祝福着订婚的主角们，我看着舞台顶端的水晶吊灯出神。她从台上下来，径直来我的身边，冷笑着看着我，也不说话，似乎在等我主动叫人。我才不要，又不是我求着来的。扭身走到附近的吧台，倚了上去。我注视着来往的人，一边看着叶青青挽着江飞的胳膊在人群中穿梭，张女士一直跟在他们身边介绍着什么。客人时不时的恭维，让他们脸上笑意满满。这才是一家人，不是吗？忽然，小包里手机震动，我看到张女士信息。张女士，你要的东西在楼上客房。张女士，左边第2个房间。瑶瑶和人群中的张女士对视一眼，我放下酒杯，走上了楼梯。果然在2楼的房间里，看到了一个用粉色包装纸包好的礼品盒，包装纸上还写着1行字：祝我的宝贝妹妹生日快乐。我一眼认出那是哥哥的字迹，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。哥哥死的第2天就是我的生日，他之前骗我说没有给我准备礼物，害我伤心了很久，胸口是顿顿的疼。骗子！我将礼盒抱在怀里，呜咽得像只小兽。忽的，后背被人碰触，我被拉进一个陌生的胸膛，浓烈的酒气瞬间将我包围，汗毛竖起，呕吐的欲望涌了上来。我强忍着不适，推开忽然出现这男人，却终究不敌男人的力气。他将我按在地上，一片凉意透过后背涌上我的心底，粗糙的大手在我身上游走。我想拼命尖叫，却忽地想起了曾经的绝望。冰冷的地面，陌生的男人，浓重的酒气，一切，我的理智彻底崩溃。手忽然摸到了一个尖锐的东西，是桌上的烟灰缸，用尽最后力气，拿起烟灰缸向身上的人砸去。男人吃痛，倒在地上，如同魔怔一般。我起身，一手拎着烟灰缸，一手抱着礼物，举起烟灰缸砸去。一下，
再一下，血液溅入眼中，血色蔓延，像是来索命的厉鬼。啊！杀人了！怒吼从门口响起，我被一股大力推开，烟灰缸重重地掉在地上。10月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张女士给了我一巴掌。我捂着脸，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好心介绍你跟张制作人认识，你在发什么疯？张制作人说喜欢你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打他干嘛？地上的男人还在痛苦地哀嚎，我喘着气站起身。什么时候上衣扯烂了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伤疤？我看到紧随其后而来的叶青青震惊地看着我的身体。你身上怎么这么多？张女士的目光也停在裸露的身体上，一脸震惊。我伸手拉了拉被扯坏的衣服。江飞也皱着眉看着我，低头对张女士说，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就算真有矛盾，也不应该闹得这么不愉快，言下之意是我活该。我抱着礼物冷笑一声，撞开江飞，试图出门，被江飞拦住。你现在不能下去，他的意思我明白，下去会被人看到。我现在脑子里一片混沌，浑身都在叫嚣着崩溃，想哭却一点都哭不出来。我靠在墙上支撑着身体。我血缘上的母亲在自己继子订婚这天，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到某制作人的床上，为继子换资源。我冷笑一声，张制作人，圈里出了名的好色，潜规则不少新人。一看清他的脸，我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听到我的话，在场的3人脸色巨变。我看到张女士嘴唇蠕动，最后像是说服自己一样。小松已经因为你死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听话？我惨然一笑。你亲儿子死了，你怪我，你继子的路你要用我换。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是不是恨不得我去死？是吗？空气寂静的可怕。张女士脸上露出一丝慌乱，然后平静地看着我。为什么当初死的人不是你？为什么当初死的人不是你？眼睛痛，身体痛，可我却很想笑。哥哥，你也会这么想吗？为什么当初死的人不是我？那我也去死好不好？第二天我是在家里醒来的，李李带我回了家。他生气我为什么不听话，又心疼我。为了演唱会，我开始在家努力养好身体。张女士找过我几次，想见我，我拒绝了。听说后来张制作人很生气，扬言要封杀江飞。张女士花了好大的功夫再把新闻压了下去。奇怪的是，她竟然没有来找我的麻烦。时间一晃，又是半个月。我的身体已经大好，每天都在紧张地筹备着演唱会的事宜。偶尔会看到一辆黑色的迈巴赫，有时候在公司楼下，有时候在小区门口。就在演唱会开始的前1周，网上忽然开始爆出了关于我的黑料。从最开始只是我生活习惯污点，譬如抽烟酗酒，后来说我出入高档会所，私生活不检点，然后有人说到了我哥哥的死。有个自称我哥哥同班同学的人说，我从高中就叛逆，生活混乱，学习成绩差，在校外鬼混，又一次惹到了校外的混混，被堵在小胡同，才害得哥哥为救我而死。时间、地点、人名都对得上的。无数的键盘狭涌出来，将我骂得体无完肤。我仰着脸想哭，却怎么也哭不出来。我开始整日待在房间里不出来。舆论太严重了，几乎是不毁了不罢休的那种程度，是想毁了我。公司高层开始考虑取消演唱会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掏出多年积蓄，哪怕违约，哪怕自己支付场地费用，哪怕所有损失都由自己承担。李李拎着啤酒上门的时候，我跟他讲我和哥哥的故事。我问他是不是我死了，哥哥就能活过来了。李李指着我骂：10月你在胡思乱想，我就不管你了。我定定地看着李李生动的脸，好久，忽然捂着脸，
眼泪顺着指甲流下。李李，你一定很恨我吧？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应该已经和我哥哥在一起，过得很幸福了吧？李李的脸色变得难看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哥哥不止一次跟我提过，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同桌，叫小鲤鱼。哥哥说起小鲤鱼的时候，总是带着温柔笑意，这是喜欢一个人才有的样子。所以当李李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哥哥的小鲤鱼。不仅是我，他也把自己困在了回忆里。两个人约好了大学去同一个地方，然后在一起。可是哥哥却死了，因为他肯定是恨我的，否则不会告诉张女士我的住处，也不会有哥哥给我准备的16岁礼物。我一直都知道的，他在20岁那年出现在我的生命，将我拉出绝望，却在和我相处的过程中纠结，一边恨我，一边心疼我。我不恨他，谢谢他多年的陪伴。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说：月月，我是鲤鱼，初次见面，以后多多关照咯。他说：月月，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跟哥哥长得很像，尤其是笑的时候，眼睛弯弯的，像个月牙。可我已经很少笑了。此刻冲着李李弯唇一笑，我认真的开口：李李，对不起。李李，我去死好不好？李李，我想去找哥哥了，他一定也想我了。后来李鱼不止一次的想，如果那天他能坚定跟10月说不要死，10月会不会就不会死了？要是那天他死皮赖脸的坚持留在他身边，他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绝望了？10月换了经纪人，也不再回鲤鱼的消息。鲤鱼偶尔会去他家，大门的密码锁已经换了。他这才发现，好像除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住址，鲤鱼对10月的了解也并不多。鲤鱼去找10月的新经纪人，那个男人推脱说10月忙着演唱会，没时间见他。10月肯定是在气他，骗他。其实两个人相处这么多年，鲤鱼早就不恨10月了。在意识到这个后，他才发现这么多年10月把自己困在了过去。他也是，他想10月最惯着自己了，做他最爱吃的排骨去撒娇求他原谅。他想，如果10月还生气，就死乞白赖的求他原谅自己，他们一定能和好。我将李李赶走了，我不恨，可我也不想他愧疚地待在我身边。我原本就只有哥哥，以后也只有哥哥一人。网上的黑料忽然沉寂了下来。新来的经纪人阿亮说，是有个知情人站出来解释澄清了，随后学校官微也出来证明了。他目光闪烁地看着我，要看看视频吗？说不定你还认识呢。我沉默半晌，摇了摇头，不重要了。实在想不到，我充满痛苦的16岁，还有谁记得我？我让阿亮帮我拦住了试图找到我的所有人。鲤鱼、张女士，他们自认为知道了某些真相，终于将我从施害者的位置转移了出来，企图挽回我。一切真相和悔恨都是那么仓促和晚。是啊，太晚了。这颗心千疮百孔，像是月球干枯的表面，不仅没有一丝生机，还被腐蚀出一个个洞，怎么填都填不满。我早就死了，死在了我的16岁，像一只早已枯萎的花，在静待时间把我风干吹散。哥哥死后的第1年，我试图在妈妈身上找到安慰，可她只会冷冷地看着我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我的手腕上有无数的疤痕，刀割的、烟烫的比尖扎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自己渐渐依赖上了疼痛带给我的快意。心理医生说我这是抑郁症，建议使用 MECT 疗法，这样我会好受些。在听到治疗会消减记忆后，我拒绝了。才不要！我不要忘记哥哥。10月12日，我生日的前一天，我哥哥死的那天，我的演唱会的日子，
也是我准备去找哥哥的日子。哥哥死后，我没有过过生日，妈妈说我不配，我也觉得自己不配。我期待的很久，这天终于来了。演出最后，我站20米高的升降台上，听着台下无数粉丝的尖叫，目光从 VIP 座位上的熟悉的面孔上划过。鲤鱼张女士、江飞叶青青，然后张开双臂，以天使落入地狱的结尾方式向前走了一步。坠落的瞬间，我第一次看到张女士用这样破碎的眼神看我。一向脸色冰冷的她，眼里都是惊慌。她红着眼，试图冲上高台，试图拦下我。月月，不要，是妈妈错了，对不起。耳边风声细碎，我闭上眼睛笑。她迟到的道歉，隔着重重人墙，还是传进我的耳边。回应她的只有重重的落地声。高处坠落很疼的，真的很疼。可这是最后一次了，死后应该感觉不到了吧？好像有无数人在为我惋惜。声音渐渐全部消失，我的心里无比轻松。那些被我害得止步不前的人啊，都向前看吧。哥哥，你看，还是有人爱我的哥哥。我来找你了。鲤鱼番外，以前石松会叫我小鲤鱼，可那天他叫我帮他挑选一个水晶球后，再也没叫过了。他为了救十月死了。石松那样好的人，为什么会在最好的年华里死掉呢？明明他们说好了要考同一所大学的。他开始恨上了那个叫十月的女孩子，听说是因为妹妹穿着裙子，所以才被坏人盯上。他又开始讨厌为什么十月那天要穿裙子，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他。后来十月出名了，像个耀眼的星星出现在大屏幕上，被无数人喜爱。鲤鱼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惊醒，他梦到他和石松的未来，然后放声大哭。为什么死的人被忘了，活着的人能活得这么坦然？于是他千方百计来到十月的身边，他要亲手戳穿十月的真面目。可他看到了十月身上密密麻麻的伤疤，有些伤疤还未结痂，像是最新添上去的。他才知道被困在过去的不止他一个人。他看到十月破碎的目光，麻木地拿刀在自己身上划去。他承认，他动摇了。已经死了的人不应该让活人这么痛苦。礼物是石松拜托自己挑选的。开朗的少年双手合十，祈求的目光让人心头一软。可还没送出去，他就没了。现在礼物又回到了十月的手里。那天从聚会上接走十月的时候，我陷入了无尽的悔恨中，也告诉自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以后要跟十月好好的，陪他大红大紫，一定会的。十月拆穿了他的身份后，他张嘴想解释什么，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说什么呢？说我不是故意的。可这些话说出来好像更残忍。犯错后的道歉和后悔才是最无济于事的。十月说的那些事是真的，一开始接近，目的不纯是真的。演唱会上的时候，我看着像星星般耀眼的十月，骄傲地想，看，这就是我喜欢的人的妹妹，也是我第二喜欢的人。我想好了，演唱会结束后，我要去好好道歉。我要回到十月的身边，看着她更加耀眼。我们没有以后了。我从来不知道，演唱会20米的高台竟然是这么高，地上的大滩血迹刺得眼睛生疼。他的身上还穿着带着天使羽翼的演出服。我想伸手摸摸他，却在看到了他身上的那些增生的疤痕后停下手。他太苦了。月月，下辈子我们再做好朋友好不好？月月掉下来还没死，舞台上的架子做了缓冲，使他还留有意识。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看到张女士扑在病床前嚎啕大哭。她好像精神有些不正常了，
见人就说他有2个孩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男孩死了。我问他，那女孩呢？他忽然捂着脑袋蹲在地上，大哭着摇头，宛若疯魔，怔怔地反问我，月月呢？我看着他的脸，没有丝毫怜悯，残忍开口，他死了，被你逼死了。医生说月月意识里是自己不想醒过来，靠着仪器也只能勉强维持短暂生机，最后也肯定会因为身体机能消退而死亡。我站在病床前，看着他苍白的脸，按下的呼吸机的开关键。月月，生日快乐！还有，撑不住了就别撑了。10月14日，月月去找石松了，听说他们很幸福。